很多人都知道，胡歌的人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改写。但真正令人震撼的，不只是事故本身，而是他此后长久的沉默。他极少公开谈论事故的责任归属，也很少去追溯那场意外究竟是谁的过失。对他而言，那不是一个可以反复消费的故事，而是一段必须独自消化的创伤。身体的伤口会愈合，脸上的疤痕可以淡化，可内心的震荡却需要时间与自我对话去抚平。那一夜，他失去了太多，也看清了太多。娱乐圈的光鲜，在生死面前显得如此苍白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他后来选择用作品说话，而不是用伤痛博取同情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很多人会选择把受害变成标签，把悲情转化为流量。但胡歌没有，他的沉默并非逃避，而是一种对自我尊严的守护。他明白，一旦过度讨论责任与对错，自己的人生就会被固定在车祸幸存者的框架里。真正的强者，不是不断强调自己受过的伤，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依然可以站在舞台中央。胡歌的付出，并非高调宣告，而是一部接一部作品稳扎稳打。他用角色完成自我重塑，让观众在剧情里看到一个更成熟、更内敛的他。事故后的恢复期是他最艰难的阶段，镜子里的自己曾让他无法直视。对于一个演员而言，外貌是工具，也是自信来源。当工具被破坏，自我价值也会随之动摇。但他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主动进入话剧舞台，回归最纯粹的表演。舞台灯光下，没有特效，没有滤镜，只有真实的呼吸与情绪。这段经历让他从偶像演员蜕变为实力演员。毁灭之后的重建，比最初的成功更难，也更珍贵。提到沉默，很多人也会想到乔任梁，那是另一种令人心痛的沉默。娱乐圈的高压环境，舆论的放大镜效应，让很多年轻艺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负担。胡歌曾在采访中表达过对同行的惋惜与理解，他们像是时代的不同切面，有人选择隐忍，有人被情绪吞没。我们无法简单评判谁更坚强，只能看到，在镁光灯背后，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焦虑搏斗。于朦胧给人的印象是温柔、安静，但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，温柔并不等于脆弱。他经历过作品争议，也面对过质疑与标签化的评价。与胡歌一样，他更愿意用时间去证明自己，而不是用情绪去回应。这是一种共通的力量，在风波中保持节制，在争议里保持清醒。娱乐圈像一面放大镜，把荣耀与失误都放到极致。胡歌、鹿晗、肖战、王一博等不同世代的艺人，看似风格迥异，却都经历过舆论漩涡。流量时代的爆红，往往伴随着更猛烈的反噬。当一个人站在聚光灯下，他不再只是个人，而成为无数情绪投射的载体。赞美与攻击同样极端，这种环境让沉默成为一种自保方式。鹿晗曾站在流量巅峰，也曾因选择公开恋情而承受巨大舆论压力。他的经历提醒我们，在粉丝经济时代，个人选择往往会被过度解读。可他没有退场，而是逐渐调整节奏，尝试更多类型的作品。从偶像到演员，从综艺常驻到低调创作，这是一种自我在定位。肖战的经历更像是一场全民舆论实验。短时间内的爆红，随后而来的争议与风波，让他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推到风口浪尖。那段时间，他选择减少公开发声，把重心放回作品。这与胡歌当年的沉默形成奇妙呼应。当世界嘈杂时，安静反而是一种力量。王一博常被评价为话少，但他的表达方式从不依赖语言，而是通过舞台、比赛、角色塑造去证明自己。从偶像团体成员到赛车手、演员，他不断拓展边界。面对质疑，他不争辩，而是升级自己。与胡歌不同年代，却有相似的态度，把时间当成盟友。流量带来关注，也带来压力。实力需要时间，却难以快速见效。
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是每位艺人必须面对的课题。胡歌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真正持久的价值来自长期积累，而不是瞬间爆红。车祸并不是胡歌全部的人生，正如争议也不是肖战的全部，流量也不是王一博的全部。娱乐圈容易给人贴标签，但真正成熟的观众会看到更复杂的维度。伤痛可以成为力量，但不该成为束缚。重生并非忘记过去，而是与过去和解。胡歌后来在多部作品中展现出更深沉的气质，那是一种经历过失去后的从容。真正的成熟是把伤痕转化为温度。每一代艺人都是时代的产物。胡歌经历的是传统影视黄金期的转型阵痛，鹿晗、肖战、王一博经历的是流量与资本博弈的新时代。他们的选择映射出行业变迁。我们常常讨论艺人的心理压力，却很少反思观众与舆论的角色。每一次盲目跟风，每一次恶意揣测，都会成为他们的负担。理性追星是对偶像最好的支持。胡歌的沉默并没有让他被遗忘，反而让他的每一次发声更有分量。他证明了一件事，真正的力量不在于音量，而在于深度。乔任梁的遗憾，于朦胧的坚持，鹿晗的转型，肖战的风暴，王一博的突破，他们像一面面镜子，映照出娱乐圈的光与影。没有人天生强大，只是在一次次挑战中学会站稳。如果说胡歌的故事带来什么启示，那就是低谷不是终点。哪怕人生被按下暂停键，也可以重新播放。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为自己再努力一次。沉默不等于软弱，重生也不需要喧哗。真正的力量是在风暴过后依然温和的生活。胡歌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，活下来只是开始，活得更好才是答案。很多人只看到胡歌在巅峰时期的光芒，却忽略了他曾经站在命运深渊边缘的那一刻。车祸之后，他不是没有愤怒，不是没有崩溃，而是选择把所有情绪沉入心底。他很少公开讨论事故责任，这种克制并非软弱，而是一种成熟，因为他明白，执着于谁对谁错，并不能让时间倒流，也无法让逝去的生命重来。真正的强大，是在命运给你重击时，仍然愿意站起来，与他对视。这种力量，其实也出现在后来一代艺人身上。肖战在风波中沉淀，鹿晗在争议后转型，王一博在质疑中不断突破边界。他们或许方式不同，但核心相似，不把自己困在外界评价里，而是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。娱乐圈是一个极度放大的空间，赞美会被放大，攻击也会被无限扩大。当一个人站在聚光灯下，他的每一次呼吸都会被解读，每一个沉默都会被猜测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坚持自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。胡歌之所以被很多人尊重，不仅因为他的作品，更因为他身上那种向内生长的力量。他没有急于证明自己，也没有借助悲情营销，而是用时间完成修复。这种修复不是表面的成功，而是内在秩序的重建。当一个人真正走出低谷，他会变得温和而坚定。那种坚定不是锋芒毕露，而是一种不再惧怕失去的从容。也许这才是经历风暴之后最珍贵的礼物。从胡歌到肖战、鹿晗、王一博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几位艺人的成长轨迹，更是整个娱乐行业的变化缩影。过去的时代，演员依靠作品慢慢积累；如今的时代，流量可以在一夜之间制造神话，也可以在瞬间制造风暴。在这种高速更迭中，如何活成答案，成为每位艺人必须面对的问题。胡歌的答案是沉淀与选择。他不急于出现在每个镜头里，而是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作品。鹿晗的答案是承认变化。他从顶流偶像转向更成熟的路线，接受观众口味的转变。肖战的答案是在争议中守住底线，用持续输出证明实力。王一博的答案则是不断扩展边界，把不可能变成新的标签。他们的共同点在于，没有人选择躺在光环里。娱乐圈从来不是童话。
它更像一场长跑，而不是